做镇压着万千妖魔的道观，不仅不被世人朝拜，反而还要被无量地产商摧毁。然而作为道门最后传人的楚河得知此消息后，却不怒反笑。他不是笑自己即将得到一笔巨额的拆迁款，而是笑自己和师父为了守护一方平安所做出的无畏牺牲。700年前封印松动，师父百心上人不忍百姓受苦，以生死道消为代价重振妖魔，而楚河则是在700年来日复一日的稳固阵法。可现在人们却因为见娱乐设施威逼楚河同意拆迁。此刻包工头王长林嚣张地扔给楚河100万作为赔偿，并扬言说要是真有什么妖魔，后果他一人承担。楚河看着王长林在那惺惺作态，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，而周围的记者和看直播的网友则是被王长林牵着鼻子走。王长林在网友的口中变成了慈善家，而楚河则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臭道士。但此时楚河看着周围升腾的魔气化为实质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眸子依旧冷淡，开口道：拆迁款我1分都不要。众人一愣，开始装起来了，那可是10几万，我看这家伙是想坐地起价，想当着直播的面多要点钱。此时王长林却有些疑惑，一时间想不通楚河到底想干嘛。这钱你真不要啊？不要。但是听到后面楚河还有转折，王长林讥笑一声，果然还有条件，说吧，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楚河笑了，笑得很瘆人，我要你们后果自负。什么？王长林惊了，我说拆了我的镇妖关，你们后果自负？王长林一愣，随即嗤笑出声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后果，不就是想编个故事多要一点钱，不过你耽误了施工进程，那就是在挡山下村民的财路。跟着一起来的村民振臂高呼，完全忘记了当初他们受伤得病都是楚河给他们无偿治病，不但给他们治病，村民若有困难，楚河也都是能帮就帮，结果下场就是这样，恩情抵不过金钱。楚河见状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淡淡留下一句，镇妖关下方有着万千妖魔，若是拆除镇妖关，倒是万千妖魔现世难免生灵涂炭，你们现在收手还有机会，否则如何？王长林笑了，小伙子你是不是魔怔了？懒得跟你废话。随即王长林随手一挥，几个推土机就开始轰鸣起来，而那边记者已经把楚河围了起来。请问您刚才说的这镇妖关下面有万千妖魔是真的吗？是。楚河回答得很简洁。那请问你的脑袋有问题吗？有去做过精神鉴定吗？随着记者的这个问题问出，周围传出一阵哄笑。他问所谓妖魔的真假并非真的在我，只是想看楚河的笑话罢了。请问你拒绝了近乎天价的拆迁款是为了什么？楚河笑了，扭头看了一下嬉笑着踩在师傅骨灰上的人群，还有那浓浓的黑气。我是为了全人类省钱，省点钱买副好棺材吧。楚河刚说完，大殿正好被摧毁，瞬间一股煞气冲天而起，在场所有的人都顿了一下，只感觉脊椎发冷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。而一个拆迁的工人想去搜刮百姓上人坐像上的金箔，在众人看来他就是一脚踩空摔了下来，只是摔下来之后就一直惨叫不已。这些记者顿时被那边的动静吸引了目光，纷纷把镜头对了过去。拆迁的时候发生事故可是大新闻，王长林见到记者的摄像头对准了这边，赶紧让几个人去按着那出事的工人，可还没凑近那几个人就感觉身体发凉，更是感觉鼻尖有一股恶臭。原本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已经是乌云密布。恰在此时，一辆轿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了现场。江会长，王长林眼前一亮，赶紧走过去打开了车门。车门打开，从上面走下了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头，他是全国道教协会会长江云山，道号青云上人。这些记者也都是专业的，知道这位的厉害，一时之间也都是激动。没想到这金水公司还挺厉害，竟然把全国道教协会的会长都给找来坐镇。那边怎么了？青云上人指了指那边惨叫的工人，王长林马上就在他身边解释了一下。青云上人听完之后摇头笑笑，瞥了一眼楚河，随后大步走到了那名工人旁边，伸出手指一下点在了他的眉心。只见到刚才还尖叫的工人瞬间平静，神了！噼里啪啦的拍照声瞬间响起，青云上人嘴角浮现微笑，淡淡说道：这工人并无大碍，诸位不必惊慌，只是刚才失足受到了一些惊吓而已，至于什么妖魔出世，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必在意。说完他便朝着楚河走来。在外人看来，这青云上人仙风道骨，可在楚河看来，他脚步虚浮，身体孱弱，明显纵欲过度。刚才制服那工人的意志也并非多玄妙，只是用真气强行震撼了工人的心神。简单的说，那工人之所以现在那么平静，纯粹是被真气冲傻了。你就是楚河？楚河不置可否，只是淡淡看向这个所谓的青云上人。小伙子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毕竟道馆被拆，你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但倒也不必去编造这些危言耸听的谎话来制造恐慌。虽然此地确实有一些诡异的地方，不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就算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一只手也能将其镇压。眼看倒塌的大殿里面，百姓上人的坐像也要被推倒，冲天的黑气更是浓郁不散。楚河笑了，一只手镇压，你确定？随着包工头王长林怒吼，给我全部拆干净！推土机直接朝着三清大殿开去。此刻在楚河心中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大阵破裂，想要看到他们悔恨的眼神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声怒喝忽然从一侧山林传出，谁敢拆了我镇妖关？只见从山林之间走出一高一矮两个邋遢的道士。王长林见状立马讥讽，你们是镇妖关的人吗？怎么之前不见你们出现，现在该发拆迁款了你们出现了，可真是巧了。然后继续不屑地挥手道，给我加快速度拆，我看谁敢动手。这时一直笑眯眯的矮胖道士麒麟领站了出来，两人横站在推土机前，眼看气氛剑拔弩张，楚河却笑
笑了。林峰、林岭，你们且退下，让他们拆吧。麒麟峰和麒麟岭顿时向着楚河看来，见状二人立刻陷入到了回忆之中，然后两人对视一眼，直接对着楚河大礼参拜。弟子麒麟峰、麒麟岭见过师叔祖。紧接着他们二人行礼过后，直接来到楚河身旁，沉声道：师叔祖，这镇妖关拆不得呀，若是拆了镇妖关，镇压灵界的封印破除，到时恐怕生灵涂炭。王长林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你们在这演电影吗？什么狗屁灵界之门，不就是想要多点拆迁款，我再多给你们5万，赶紧给我滚！麒麟峰听闻冷笑道：若是镇妖关拆除，封印破碎，你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，吓唬谁呢？王长林不屑道：就是有什么狗屁灵界之门，有我们道家协会的江会长在，还不是随随便便就给镇压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侧忽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又是一人直接躺倒在地上。王总，有人晕倒了。王长林听闻立马转头对着记者说道：诸位不用担心，只是工人中暑了。楚河感受了一下微凉的风，心中嗤笑，真是遮掩都懒得遮掩了。但麒麟岭却眉头紧锁，师叔祖，那人如果再不及时给他拔出体内的凶煞之气，怕是活不久了，还请师叔祖出手救人。你让我救人？楚河笑了，师傅的尸骨便是被此人给掘出来的，你确定让我救他？麒麟峰、麒麟岭一愣，眼中陡然喷射一股怒火。而晕倒那人被人抬起来之后，忽然开口说话：救我，有鬼！王长林则挥挥手，示意赶紧把人抬下去，然后继续对着施工队喊道：加速！没几间破庙了。楚河只是冷笑，在自己师父的尸骨被他们推倒在地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人的死活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随着三清殿的倒塌，瞬间整个王屋山上阴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所有人都没由来的打了一个寒战。而楚河则是看着满天的妖气，嘴角咧起一丝冷笑，感受到这其中所蕴含着的毁灭气息。麒麟峰和麒麟岭两人神色都是一变，然后躬身对着楚河说道：还请师叔祖出手，否则这大阵破开，到时人间定要被妖魔搅得天翻地覆。楚河蹙眉：我出手？是让我出手灭了这些忘恩负义不知廉耻之徒吗？师父的金身被他们粉碎，镇妖关世代修行家园被他们毁坏，就连三清祖师都被他们如此侮辱，现在你们要我出手？可是师叔祖，这天下苍生……楚河依旧面无表情，我何薄于天下苍生？几百年来，为了维持大阵，我不曾走出王屋山半步，难时甚至5米下锅。我为果父在道观外开辟荒田，可那乡民二话不说，直接将我开辟好的田地抢去。如今道观被拆，师父尸骨被毁，现在你们要我出手救他们吗？二人本想再劝解，然而楚河言语冰冷，再敢多说半字，立即逐出师门。恰在此时，三清雕像之下一股肉眼可见的黑气升腾而出，然后浓度不断变大，最后直冲云霄，将天空都染成墨色。众人悚然而惊，霎时间鬼哭狼嚎之声四起，邪魔诡异之形在黑色云雾之中扭曲，原本只是阴郁的王屋山，此刻竟变成鬼域一般，黑色的烟气不断蔓延变化，将在场所有人和整个王屋山都笼罩在内。森然魔气、幽冥鬼气、诡异妖气交织在一起，将天日遮掩。封印破除，灵界之门已开，一股黑气瞬间冲天而起，直接将离他最近的一人吞噬淹没。片刻后，一堆带着血肉的白骨从黑雾之中掉出，在场的所有人见状立马开始放声尖叫。然而这些蜂拥而出的魔物根本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，开始疯狂地向将他们放出来的恩人袭去。一时之间，钟灵毓秀的王屋山仿佛变成了鬼域一般。但这时楚河的徒弟麒麟峰、麒麟岭突然怒喝一声：大胆妖物，还敢害人！然后就要出手救下面前一个即将被野鬼戳瞎的工人。住手！楚河突然阻止了他们，随后两人就不可思议地看向楚河：师叔祖，灵界之门破碎，若是我们不出手，还不知道多少人要死于非命。然而楚河只是冷笑，那个工人此前推倒师父的金身他也有一份。紧接着楚河轻喝一声：镇妖关弟子何在？我命令你二人传令给其他宗门。闻言，麒麟峰、麒麟岭两兄弟本以为是要汇聚天下所有力量共同镇压灵界之门，不料楚河却说了一句：喝令他们不得插手此事，如若不遵，便是与我镇妖关一脉为敌。随即两人死死地看着楚河，却只见到楚河淡漠的眼神：是，谨遵师叔祖谕令。伴随着两人的决定，下面那个被野鬼附身的工人已经将手指插进了自己的眼窝。而这时的包工头王长林正躲在了所谓的道教协会会长江云山身后。江会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等江云山回答，只见一只长蛇鬼直接当着他的面将一个记者吞噬。很快所有人都朝着江会长跑了过来，江云山则面色发白，喃喃自语：这怎么可能？而群众也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催促：江会长，你快出手啊！你不是道教协会的会长吗？你不是说可以镇压一切异常吗？快出手啊！然而只有江云山自己知道，他不过是个半吊子的道士，全是靠着关系才坐上了道协会长的位置。别说斩妖除魔，甚至就连道书上面的字他都认不全。突然崩溃的江云山想到楚河一定有办法拯救他们，随即江云山就满眼乞讨地看向了楚河。可不等他开口，楚河就不紧不慢地退到了一旁，而那横行无忌的魑魅鬼物则是纷纷躲避着楚河的身影，在他的方圆1丈之内，百鬼不侵。江云山见状立马卑微地说：大师救我，我愿意给你道协副会长的位置。楚河听闻笑了：我可以救你，多谢大师。但不等他说完，楚河又说了一句：但是我选择不救。什么？江云山瞬间感觉身子一虚，仿佛身上所有的精气神全部都被抽走了一样。而王长林见状也开始跑向楚河：道长，我不该推倒你
家师父的祖坟。然而楚河只是神色冷淡的斜眼看着他，眼中无悲无喜。你猜我会救你吗？可就在这时，一只恶急眼的虎形妖魔竟将目标对准了楚河，随即就朝着他扑了过来。然而楚河只用一指就将其打得灰飞烟灭。众人见状顿时明白，原来楚河才是真正的道士。于是接下来所有人都开始跪地祈求楚河救他们一命。可楚河这时却笑了，你们毁我道观，拆我师父金身，你觉得我应该救你们吗？然而众人见到楚河没有救他们的意思，竟开始了道德绑架。道长，那些摄像机可都还在工作着呢，现在所有人可都看着你呢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，否则你以后的名声也一定会臭大街。救人是你的本分，如果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送死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楚河听闻冷笑一声，良心？几百年来，为了不让封印破除，他丝毫不敢松懈，维护大阵又岂是那么简单？几乎是耗尽了楚河的心血，中间有好几次大阵有破裂的征兆，楚河几乎是拼死才将大阵控制住，直到现在，他的神魂之上还有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。现在这些人开始跟他讲良心了。随即楚河大笑出声，看向了那一个还在工作的摄像机，你们是说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吗？对对对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，你快救我们，等到时候我给你运作一下，让你成为全国的道德模范。我不需要成为模范，也不需要你们的仰望。随后楚河看向摄像机，伸出手指，直接一击将一头强悍妖兽击成粉碎，然后开口道，想必正在观看直播的也有不少我道门中人吧。现在我以镇妖关馆主的名义，任何道门中人胆敢前来插手此事，都将是与我镇妖关为敌，若胆敢不听，下场便如同刚才那妖兽。此刻开发商请来的假道士江云山傻眼了，你好狠的心，你不救我们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也不让别人来救？可片刻后他还是跪倒在地上，哭喊着让楚河救他一命。只因此刻因为封印破碎逃出来的妖魔已经将他们围了起来，而妖魔们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残害他们，都是因为楚河刚才为了震慑同门，用一指将一头妖魔轰成了粉碎。可楚河这时却再次伸出手指，指向了自己的两个徒弟麒麟岭和麒麟峰，说道，这二人你们不准动，至于其他人你们随意。此话一出，一众妖魔顿时发出嚎叫，铺天盖地的朝着人群扑去。而江云山和开发商王长林等人在听到楚河这话之后，心直接沉到了谷底，死亡的恐惧让江云山的身体开始颤抖。道爷，只要你愿意救我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！忽然一个白骨形状的妖魔朝他扑了过来，而跪在地上的江云山赶紧爬起，直接抓着身边的一个人扔了出去。被扔出去的那人瞬间被那白骨形状的妖魔一口咬断，可那魔物却依旧不停地朝着江云山冲了过来。见状，江云山尖叫道，诸位妖魔爷爷，楚河镇压了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要吃也是该吃他，不要吃我们啊！而开发商王长林也是大叫道，对对对，刚才他打死了你们的一个同类，难免等会他也会对付你们，你不是不愿意救我们吗？那就让你不得不救。然而楚河却笑了，自灵界而来的生灵们，你们想做什么便去做，不用担心我是否会出手，放心，我绝不插手。话说到这份上，那些妖魔又开始躁动起来，一时之间鬼哭狼嚎，一堆兴奋的妖魔朝着人群冲去。而就在此时，人群之外忽然传来一声暴喝，宵小妖魔，安敢造次！话音刚落，一道符咒便急速飞来，直接撞在了那白骨老虎的身上，然后瞬间爆炸，直接炸断了那白骨老虎的一根肋骨。楚河眼神微微眯起，明光咒，道家的手段。只见三位身着道袍的男子缓缓走来，为首的老道看了一眼四周，冷喝一声，该死！封印竟然真的破除了，镇妖关的人都是废物吗？随即老道神色淡然，眼中带着不屑看向了楚河，身为镇妖关传人，竟然任由封印破除而不作为，你可知罪？楚河嗤笑一声，我反倒要问一下你们，竟敢不顾我的谕令强行来此，莫非是要与我镇妖关为敌？尔等可知罪乎？然而老道的随从却不服地表示自己是道家正统上清派传人，你有何资格命令我等？上清派？楚河听闻玩味地笑了一下，杨旭东是你们什么人？那是我家祖师，这位乃是杨旭东祖师第7代传人杨玉峰大师。而围观群众见状，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瞬间一个个围了上来。杨大师，救救我们那杨大师！听闻杨玉峰气沉丹田喊出一句，都不必惊慌。那些原本慌乱的人听到这话，竟然平静了下来。然后他继续说道，封印上没有完全破除，届时我只要把这封印重新填补上，自然也就没事了。多谢杨大师，杨大师才是正儿八经的道士，哪里像是那镇妖怪的小子，真是丢到家的人。一时之间各种污言秽语充斥着楚河的耳朵，杨玉峰并没阻止，反倒是一脸笑意地看着楚河，只等到这些人骂够了，才朝着封印的破口的地方走去。只是还没有走到封印破裂的地方，他的眼前就多了一个身影。楚河拦住了他，你想重新镇压封印？不错，那你问过我的意思了吗？听闻杨玉峰微微眯起眼睛，一个连封印都看不住的废物还敢口出狂言。楚河却笑了，我若想镇压封印，一根手指就能做到，但是我偏不这样做。他们要拆除这镇妖关，我没有阻拦，灵界封印将要破除之时，我也没有出手加固。这些妖魔横行忌惮，肆意妄为，也都是我在纵容。下一秒，杨玉峰惊道，你疯了！我原以为你只是废物，可没想到你妄为道门正统，你对得起你镇妖关祖师百星上人吗？听到百星上人名字，楚河眼神一冷，若是百星上人见到他曾经拼死守护的人们，现在如此对待他，甚至将他的坟墓掘开，将他尸首挫骨扬灰，将他灌注了心血的镇妖关毁于一旦，他又会是什么感想？而杨玉峰根本听不进楚河的话，等我镇压了封印，再来找你算账。听闻楚河嘴角勾起微笑，伸出手指，直接一道灵光打在了封印的缺口之上，原本1尺来宽的裂缝顿时裂成了2尺，无尽的魔气冲天而起，比刚才汹涌了1倍。你不是说我故意破开封印吗？那我现在就故意给你看看。此刻想要拯救众人的上清派传人杨玉峰见状瞬间头皮发麻，你这是在找死！这些妖魔本就难以应付，难不成你也想死在里面？但楚河看了一眼封印裂缝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这就怕了。
那等会大妖出世，你岂不是要直接逃跑？杨玉峰听闻心中一惊，可不是什么妖物都能被叫做大妖。随即他就让自己的弟子布置3才阵法，准备杀了楚河。而杨玉峰则直接一个箭步上前，并且还在袖中暗藏一根簪子，准备趁机偷袭楚河。这簪子乃是法器，若是寻常妖物被这簪子一刺，必当魂飞魄散。可就在他使用簪子戳向楚河的喉头时，只听一声脆响，杨玉峰只觉得自己像是一下子戳在了金石之上。这是伏魔阵妖神光咒，这小子怎么会这种秘法？恰在此时，2名弟子也已经准备好了阵法，紧接着3人就操控阵法朝楚河攻去，但却连楚河的衣服都击不穿。只见楚河周身金光一闪，杨玉峰3人便像是被卡车撞到一般，直接倒飞出去。但很快杨玉峰再次起身，这是你逼我施展伏击之术的。所谓伏击，其实就是一种请神上身的手段。只见杨玉峰扎着马步，手掐法诀，大喝一声，请祖师上身。瞬间一股青色的冲击波从杨玉峰身上传出，身后则出现一个半透明的人形。周围的妖魔见状顿时惊慌失措，而环绕在杨玉峰周围的开发商等人此刻都是傻了眼，这简直就是神迹，我们有救了。但楚河却丝毫没有畏惧，带着戏谑上下打量了一下杨玉峰身后的这个虚影，请了半天，你就请了这么个玩意，原来是楚河的熟人无量天尊。而杨玉峰则趁机装了起来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将你斩杀。众人听闻纷纷把杨玉峰当作救世主一般顶礼膜拜。楚河笑了，这种滋味他也享受过，当初他师父百星上人用生命封印了灵界之门，那些人也是这样对他们镇妖关顶礼膜拜，可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全然是另一副景象。下一秒，杨玉峰身后的巨人就朝着楚河迅速飞去，可就在碰到楚河的一瞬间，那巨人就像破了气的气球一样，气势全无。杨玉峰一愣，瞬间感到一股生死破灭的恐怖气息将自己笼罩，但旁人却没看出来，依旧嚣张地表示，不就是拆了这破道观吗？至于那么狠，把我们全部都要害死在这里，看杨道长怎么教训你。只见到杨玉峰一咬牙，全身的精气都往喉咙里面冲，并且还让徒弟烧起了高香。那2名徒弟听闻瞬间一愣，因为这烧高香乃是伏击之术里面禁忌的术法，会严重损害到施术者的精气神，一生不得施展3次，施展3次之后必会精气涣散，从此与修行无缘。但迫于杨玉峰的威压，他俩只好奉命行事。随着蜡烛点燃，所产生的青烟瞬间被杨玉峰背后的虚影一吸，徒弟2人只觉得体内的精气瞬间被抽走了一部分，而杨玉峰本人更是感觉精气消散了大半，觉得无比虚弱。可是下一刹那，一股无比庞大的力量感陡然出现在他的4肢百骸，他身后的虚影瞬间凝实，连身上穿的衣服都变得栩栩如生，而那神像上原本微微睁开一点缝隙的双眼，在此刻也完全睁开，庞大的气势瞬间席卷半山头，周围的妖魔被吹得东倒西歪。紧接着杨玉峰眯着眼睛看向楚河，你死定了！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净三宝天尊在此。杨玉峰口呼道号，手捏法诀不怒自威，看楚河就仿佛是在看虫子一样，竟然逼得我烧高香降下祖师一半神通，你足以自傲了。青灵青木跪在杨玉峰前高呼道，请祖师降下神通斩妖除魔。江云山见状也是直接跪下跟着喊道，请祖师降下神通。那些人瞬间都是乌泱泱跪下了一片，请祖师降下神通。声浪甚至在瞬间压制下了周围妖魔的鬼哭狼嚎的声音。江云山激动地抬起头，满是愤恨地看向楚河，周围的人群也都是看向楚河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，那楚河此刻肯定是已经死了成百上千次。众生皆苦，信我上清教派，自可保儿等平安。杨玉峰嘴里发出宛若神音的浩渺声音，在这片空间久久回荡，这声音似乎是有魔力，让人瞬间平静，仿佛已经是看到了胜利一般。楚河一直都是微笑看着这一幕，他的眼神一直停留在杨玉峰身后的那一个巨大的虚影之上。杨玉峰睥睨地看向楚河，伸手指向楚河，上清一指，灭耳魂魄。他心中默念法诀，调动着背后那一道附身在他身上的祖师虚影。只见到原本悲天悯人的立在他身后的那一道祖师虚影，缓缓地抬起了手，一种摄人心魄的光芒在那一道虚影的指尖汇聚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激发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杨玉峰猫戏老鼠一样看着楚河，身为镇妖观传人，你本该镇压封印，却不顾天下苍生安危，任由封印破开，你可知罪？我说你再墨迹一会，体内的灵力就要消耗干净了吧？楚河笑道，他知道杨玉峰不过只是想要积攒声势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如果他的高光时刻可以持续时间长一点，对他们上清派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好处，说不定经此一役，他们上清派便成为世间最大道门了。虽然知道这些，知道杨玉峰在想什么，但楚河却不打算阻止，因为悔恨总是在希望破灭之后。现在这些人越是相信他杨玉峰，等会就越会悔恨。杨玉峰冷笑连连，死到临头还牙尖嘴利，也罢，我便成全你。他继续冷声道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代表天下道门将你道家身份收回。百星上人身为道门72贤，竟然教出了你这样的徒孙，他也要被移出72贤之位，从此天下道门再无镇妖观。杨玉峰看着楚河，迫不及待地想在楚河眼中看到痛苦，结果只见到楚河摇头轻笑，整个世界都要没了，有没有镇妖观又能如何？笑完，楚河脸色转冷，不过我师父也是你可以忘记的。孽障，今日我便让镇妖观不复存在。杨玉峰忍不住直接一指点出，他的指尖发出一声轻响，好似泡沫炸裂，一股青烟从他之间冒出。看，杨大师要施展神通了！杨大师威武！杨大师怎么了？众人还没有来得及欢呼，就只见到杨玉峰身后的那一个巨大的宛若天神一样的虚影，竟然缓缓地放下了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杨玉峰心里面远比这些外人要来的震撼得多。他忽然之间感觉自己损耗精气烧高香请来祖师，竟然不受控制了。杨玉峰不死心的继续往前一指，结果身后的祖师虚影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我指，我再指。杨玉峰的手像是弹簧一样不断的指向楚河，可是除了最开始的时候手指冒出一点青烟之外，之后
竟然再无任何的反馈，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差错？杨玉峰冷汗瞬间流下来，伏击之术凶险异常，即便是请来的自家祖师也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，更何况现在他为了加强伏击术的威力，还烧了高香。杨玉峰缓缓回头，看向了他请来的那一尊祖师虚影，还请祖师出手。杨玉峰再也无法淡定，惊呼出声。他扭头竟然看到了立于自己身后的祖师虚影的脸上，露出了极其人性化的表情。只见到祖师虚影放下了手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楚河，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。楚河也玩味地看着这一个杨玉峰请来的熟人，上清派第30任掌教真人杨兰峰。上次见到他还是在600年前，那时百星上人早就陨落，但镇妖观在当时也是天下1等1的道门大派。当时还是上清派弟子的杨兰峰，便是在镇妖观最显赫的时候，前去镇妖观拜祭百星上人的时候遇到了楚河。当时楚河仍然是这般年轻，只是转眼几百年过去，曾经的天之骄子杨兰峰身躯早就腐朽，只有一缕真灵被供奉在上清派祖坛，而楚河依旧如故，岁月似乎没有在楚河的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，这才是让杨兰峰停止攻击的最大原因。几百年过去，楚河竟然毫无变化，难不成他早就成就了陆地神仙的境界？杨兰峰虽然只留下一缕真灵，可还具备思考的能力。他下意识地看向杨玉峰，这不孝徒孙为何要招惹镇妖观传人？难道不知道当初镇妖观仅百星上人一人便可镇压封印？他的弟子传人岂会是简单的人？更何况此人竟然活了几百年时间，怕不是修为早就深不可测。杨兰峰一言不发地盯着杨玉峰，强大的威压瞬间将杨玉峰笼罩。祖师爷！杨玉峰心中惊骇，慌忙解释道：此寮虽然同属道门，但是他竟然妄自将灵界封印打开，甚至欺师灭祖，把百星上人的骸骨都挖出挫骨扬灰。此寮已经堕入魔道，请祖师出手镇压此寮。杨兰峰开口，带着神性的浩渺。杨玉峰心中一松，再次看向楚河，虽然有些波折，但估计是祖师爷也是念及楚河道门传人的身份。不过现在跟他解释之后，应该再无大碍。正想着，杨兰峰声音再次传来：上清传人杨玉峰何在？弟子在。杨玉峰躬声称是，期待着祖师大显神威。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措手不及：你跪下！什么？跪下！杨玉峰瞬间懵逼，杨玉峰整个人甚至在瞬间都丧失了思考的能力，脑袋里面满是那2个字：跪下！让我向着楚河那小子跪下。他的思维有些转不过弯，要不是烧刀香损失的精气让他感觉身体虚弱，他都怀疑刚才烧刀香请祖师的人是楚河了。祖师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此人论辈分乃是你的师叔祖。杨兰峰沉声，神威隆隆。杨玉峰根本不能抵抗，此刻他的大半的身子都被祖师杨兰峰掌控，直接结结实实的跪在了地上。这一跪不单单是跪在了地上，更是跪在了周围人的心口上，而且膝盖上还带着刀子，直接把他们戳得不能呼吸。场面瞬间诡异的安静下来，甚至就连周围的妖魔都被这诡异的一幕震惊了片刻。江云山的笑容僵硬在脸上，猛地揉了揉眼睛，什么？自己的救世主竟然对着那小子下跪了。他在感觉到惊骇恐惧之余，更是升起来浓浓的愤怒。老子那么相信你，结果你还没动手就先特么的跪下。青林青木傻了眼，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师父在这种关键时刻竟然给对手跪下。他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。杨玉峰心里面更是惊骇无比，此人竟然让自己祖师如此害怕，他绝对不只是一个小道士那么简单。杨兰峰高大的身影站在场中间，他看向楚河，声音隆隆道：楚道友，我已经让门下弟子给你下跪道歉，此事就此了结吧。楚河只是微微一笑，了结？怕是没有那么好了结。杨兰峰看向封印破口，有些着急道：封印此时加固，还有一线生机，楚道友，你我2人联手，定能重新镇压封印。楚河冷笑一声：我为什么要镇压？杨兰峰一愣，因为这是你镇妖观的职责所在。当初百星上人用生命守护了人间，你身为镇妖观传人，难道不该效仿百星上人？道德绑架吗？楚河摇头道：百星上人用生命守护了人间，那世间之人又是怎么对待他的？将他挫骨扬灰，他们都是凡人，你又何必跟凡人一般见识？杨兰峰大义凛然道：楚道友大度一点，不就是一点小误会，解开就行了。麒麟峰、麒麟岭何在？楚河开口唤了那2个上了年纪的徒孙一声：在。2人齐声开口。杨兰峰面带微笑：你看，这就对了，你我2门联手镇压，给你们2个新的任务。楚河打断了杨兰峰的话，吩咐道：回头去上清派，把这个杨兰峰的祖坟给我刨了。杨兰峰的身影顿时晃荡了一下：你敢？怎么？我这还没挖你祖坟呢，就不大度了？楚河笑了。杨兰峰神像虚影抖动一下，沉声道：楚河，现在不是争执这些的时候，若是能把这封印镇压了，便是让你刨了我的祖坟又能如何？所以你打算让我怎么帮你镇压封印？很简单。杨兰峰道：只要你效仿百星上人，散尽全身功力，以肉身镇压封印，定能将封印加固百年千年。杨兰峰不等楚河开口，又痛心疾首说道：可惜，如果我的肉身还在，又何必让楚道友你来做这事情？我一定第一个冲过去堵住封印。可惜啊！楚河淡淡回答道：这天才的主意，也难得你能想得出来。杨兰峰急道：楚道友，现在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，若是再不镇压封印，世间将永无宁日，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？杨兰峰神像轰隆隆暴涨了1尺，不就是我徒孙杨玉峰得罪了你，我已经让他下跪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杨兰峰说着，神形又是高大了1分，气势也越来越足。你失去的不过只是家园，而杨玉峰失去的是他的尊严，难道这些给你道歉还不够吗？楚师兄，我最后再叫你一声楚师兄，给你一个主动现身的机会，我保证，我上清派必定会撰写碑文，将你的事迹记录在案，供万人传唱。主动现身，说得多好啊！楚河的身形也逐渐飘了起来，远离地面。如果你还不知悔改的话，杨兰峰的身形已经张大到了极限，他冷声道：那就只能让我帮你去堵住封印了。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在不断的积蓄力量，
甚至悄悄地施展了法相天地的神通。杨玉峰跪在地上的身体，此时也站了起来。他和杨兰峰心意相通，此刻也明白了祖师的心意，看向楚河的表情已经是咬牙切齿。此等奇耻大辱，必定百倍奉还。他恭敬道：“祖师，我已经下跪道歉。”可他仍然不接受，可见此寮已经堕入魔道，冥顽不灵，请祖师降下神通，诛杀此寮。杨兰峰怒喝一声：“楚河，你不愿舍身成人，今日我便助你舍身成人。”杨兰峰手掐法诀，两肋顿时长出了4条手臂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还请楚师兄去死。道法上清玉雷，杨兰峰积蓄了已久的大招，果然非同凡响，竟然直接将原本昏暗的天空搅动得氤氲滚滚，其中轰隆隆的雷声闷响，不时有雷光闪烁，斩魔诛血。就在此刻，一道雷光陡然落下，直接砸在了楚河旁边。一个妖魔躲闪不及，顿时化作了飞灰。众人看得眼前一亮，尤其是江云山等人，心情更是峰回路转，竟然将雷电都给招来了，这才是神仙的手段。那么厉害的妖魔，一点反抗都没有，直接就被轰成了渣渣，这威力得有多大？安全了，这下绝对的安全了。杨玉峰心情更是畅快，仿佛楚河已经被劈成了渣子一样。他看向楚河的目光，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，让我跪下的羞辱，我要让你百倍奉还。可是他没发觉，楚河此刻看向他们的目光，也宛若是在看死人。楚河看了看满天的雷云，嗤笑一声，淡淡道：“众妙之门，先天妙法，居神咒，急急如律令。”想提前看千魔道长的宝子们，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书籍小说，搜索千魔道长，出来的第一个就是。